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允许外国人在国民警卫队服役，数万亚非雇佣兵加入乌俄战场，为俄罗斯而战。美陆军取消未来武装侦察直升机计划，对航空机队进行重组。福特级航母2号舰肯尼迪号完成电磁弹射测试，土耳其5代机 KN 可汗首飞。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泽连斯基在2月21日签署了一项法令，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士没有因触犯法律而被定罪，并符合乌克兰相关法律规定的服役兵役要求，可以在乌克兰国民警卫队服役。外国人可以在合同的基础上在军队中担任各种职位，包括士兵和中士和高级职位。国民警卫队隶属于乌克兰内政部，负责公共安全。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国民警卫队的士兵也在前线作战，而这项新法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士兵空缺的问题。其实乌克兰早就有类似的操作了。2023年1月12日的时候，乌克兰最高老达就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外国人在乌克兰武装力量与国民警卫队中服役。这也就意味着北约的雇佣兵就不用再顶着志愿的旗号，可以光明正大地获取编制，并加入乌俄战场。乌俄战争初期，乌克兰就组建过外籍军团。没办法，虽然乌军在过去几年内进行了一系列的再组织和改革，但依旧面临人员短缺的问题。同时，乌军内部有作战经验的士兵也不多。通过招募作战经验的外国雇佣兵，可以填补人员空缺，增强部队实力。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条法令主要有2大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可以通过更宽泛、更快的途径补充武装力量。如果北约想直接派兵，只需要让他们以个人的名义加入乌军，而且这样也可以避免被俄军认定为雇佣军的麻烦。雇佣兵并不被俄方认定为战俘标准。第二个作用就是可以用收编民兵的形式补充实力，征兵和招募的武装力量也不会占用政府的名额。唯一的问题就是这部分武装的战斗力和补给会比正规军稍弱一些。以上这些对国民警卫队也是适用的，可以通过招募外国人与无国籍人士填补人员空缺。而且外交政策杂志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乌俄战争爆发2周年之际，乌军去年夏季反攻成果不大，加上北约援助不及时，导致乌军处于守势。最终结果就是乌军士兵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很疲惫。而通过招募外国人，乌克兰士兵可以把原来隶属于国民警卫队的士兵派往前线，给前线士兵一些休息的时间。另一边，乌克兰媒体揭秘，数万亚非雇佣军加入乌俄战场，为俄罗斯而战。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目前有数以万计的非洲和亚洲雇佣兵在乌俄战场为俄军效力。据报道，这些雇佣兵来自多个国家地区，包括叙利亚、阿富汗、尼泊尔、印度、刚果、埃及以及中亚等地。之前希腊 P 网站就报道，大约15000名来自尼泊尔的雇佣兵加入俄罗斯军队。不过大多数的雇佣兵还是来自非洲地区，瓦格纳的主要活动地区就是非洲，名声也相对较大，自然成为了俄罗斯在乌俄战争中的招募重点对象。为了吸引这些雇佣兵，俄罗斯给出的月薪是2000至4000美元，只是这钱也不是随便拿的。这些来自非洲和亚洲的雇佣兵在接受军事培训后就被派往战场，但并没有被编入俄罗斯正规军，而是类似风暴 Z 的部队。这是什么意思？估计各位都猜到了，执行最危险的任务，比如攻坚、排雷等等，阵亡率极高，说直白点就是充当炮灰。乌俄战场之外，美国陆军取消未来武装侦察直升机计划，将对航空机队进行重组。这是继2000年代取消科曼奇隐身侦察直升机后，类似的项目再次被取消。侦察直升机属于美国陆军航空再平衡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作用不只是用于战场侦察，还具备与捕食者无人机组成空中战队的能力。也就是说 ，FARA 指挥2-3架无人机一起作战，既可以扩大侦察范围和密度，也能让无人机攻击危险目标，减少有人直升机伤亡的概率。按照最初的计划，美国陆军在2024年夏天会从贝尔360部区和突袭者 X 这2款竞标方案中选出优胜者。只是乌俄战争彻底改变了美军对侦察手段的理解。美国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在谈论 FARA 项目时表示，
从乌俄战场中，我们可以看到空中侦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侦察直升机能执行的任务，无人机也可以完成，并且性价比更高，项目下马也无可厚非。同时，乌俄战场也已经证明，直升机在现代战场上活不了多久。在太平洋战争中，就算是 FARA 这种经过优化的直升机，航程和速度变得更大，也是没有意义的，活着回家的几率很小。重要的是 ，FARA 这类的直升机没办法从安全基地抵达战区。而陆军在 FARA 项目上已经花费了大约20亿美元，仅制造了几架样机，最终完善至少需要花费50亿美元以上，还不如现在的阿帕奇加捕食者性价比高。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陆军取消 FARA 计划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削减直升机规模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至于陆军 FLRAA 计划的获胜者 V280 则是按照原计划进行，而且出于简化机队的需要，估计美军会使用 V280 来执行武装侦察直升机的部分任务。现在的美国陆军就是这样做的 ，H-64 执行 OH-58D 的任务。而且 FARA 计划取消之后，美国陆军会将资金用于加强新型侦察无人机。根据乌军作战的经验，美国陆军还计划加快退役 RQ-7 影子战术侦察无人机。目前美国陆军拥有575架 RQ-7， 同时还将退役 RQ-11 乌鸦小型侦察无人机。美军拥有多达19000架。除此之外，美国陆军计划加快未来战术无人机系统计划的第2阶段，在2025财年开始交付旅级无人机系列产品。在战机方面，土耳其也站起来了，自研的5代机 KNN 可汗成功首飞。2月21日，土耳其自主研发的5代机 KAN 可汗成功首飞。按照土耳其航天工业执行长科特蒂的说法，可汗战机升空后以时速425公里，在2438米的高空稳定飞行，飞行13分钟后顺利落地，完成历史性首飞。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韩国的 KF-21 战机比可汗战机早1年半就进行了首飞，但是 KF-21 战机在现阶段不具备隐身性能，而可汗战机是一款具备隐身能力的战机。也就意味着土耳其成为了世界第4个成功研发并实现隐身战机首飞的国家。有意思的是，土耳其并没有像韩国那样逐步积累研制战机的经验，而是一步到位。当然，土耳其之所以跨度那么大，也是建立在北约成熟技术上。英国与加拿大都给土耳其提供了不少的帮助，这点倒是与韩国类似。按照土耳其的计划，要在2030年代替换自家的 F-16。所以在2010年起就开始了新一代战机的研制，代号 TFX。 最开始的时候，土耳其的5代机项目只是作为 F-35的备选方案。土耳其的主要想法就是将这款5代机作为 F-35的补充，前者负责争夺制空权，而 F-35则凭借着载弹量和弹仓尺寸的优势执行对地对海打击任务。只是结果各位也都知道，土耳其被踢出 F-35项目，于是可汗战机从备胎成为了主力。土耳其航空工业公司也是连夜修改了战机的设计方案，强化了其对地打击能力。而且与同时期研制5代机的韩国、印度选择中型战机不同，土耳其的可汗战机就是不折不扣的重型战机，机长21米，翼展14米，最大起飞重量27吨，部分指标甚至超过了美国的 F-22与俄罗斯的苏57。在气动布局方面，可汗战机也借鉴了 F-22和苏57。比如翼身融合体、进气道等设计参考的是 F-22， 机翼翼型、发动机宽间距布局、纵向排列的双弹舱设计则是在参考苏57。可汗战机在机腹中轴线位置前后串列布置2个主弹舱，可以分别携带2枚中距空空导弹，在机身侧面各布置1个侧弹舱，则可以各携带1枚短距空空导弹。在隐身状态下，可搭载4枚中距空空导弹与2枚短距空空导弹。相比之下，韩国 KF-21 战机没有空间设置弹舱，只能采用半埋式导弹挂架，不能算是真正的隐身战机。而印度的 AIMA 战机只有腹部主弹舱而没有侧弹舱，在隐身状态下只能携带4枚导弹，火力略显不足。有意思的是，可汗战机还设置了6个翼下挂点，在低烈度作战时可以搭载更多的弹药。在武器配置方面，可汗战机首先满足空优作战的需求，主要搭载美制的 AM-120与 AIM-9， 未来会替换为国产的梅林中距空空导弹与有损短距空空导弹。
第二批次以后的可汗战机还将具备对地攻击能力，可以搭载土耳其国产的 SOM 和 SOMG 防区外空地导弹等对地武器。至于航电设备和传感器，则是土耳其国产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值得一提的是，可汗战机设计最大飞行速度 1.8 马赫，实用升限16764米，最大过载9G。看起来很强，但能不能实现是个问题。想要实现以上这些目标，发动机是个问题。虽然土耳其已经拥有自己的5代机，但是其国产发动机还在研制中。目前可汗战机使用的是通用电气公司的 F110，土耳其空军有很多这种发动机。美国还出口了数台新型的 F10 GE129，试飞没什么问题，但是想要支持重型战斗机超音速巡航，那肯定没戏。按照土耳其政府的想法，可汗战机要搭载自主研发的新型发动机，并表示国产发动机将在2028年搭载到战机上。参与发动机项目竞标的有土耳其航空航天公司旗下的发动机子公司 TR Motor 公司，土耳其和美国通用电气合资的 TUSAS 发动机工业公司等等。有意思的是，土耳其还看上了欧洲的 EJ200，而且就土耳其目前的情况来看，可汗战机的发挥空间很大。2022年12月的时候，土耳其就表示，如果进展顺利，可汗战机会在2028年首次交付，2029年之后以每月2架的速度交付。土耳其计划首批装备150架可汗战机，取代现役的 F16， 并填补 F35的空缺。除此之外，海军也有装备5代机的需求。土耳其已经计划建造首艘排水量6万吨的国产航母，可汗战机也将开发舰载机型号。至于首飞的这架可汗战机只是第1架次，未来还有5架原型机，持续进行该型战机的性能验证与测试。不过在外贸方面，可汗战机的问题就大了。虽然在研制过程中有一些国家表示很感兴趣，但真正愿意掏钱的并不多。毕竟还没看到实际成果之前，谁也不愿意轻易冒险。而且就算是可汗战机研制成功，想要出口也会受到限制。土耳其的 T129 直升机就是前车之鉴。在美国这边，福特级航母2号舰肯尼迪号完成电磁弹射测试。目前肯尼迪号已经完成了约 90% 的工程。作为福特级的2号舰，肯尼迪号继承了福特号的先进技术，重点就是电磁弹射系统。这东西算是新一代航母的核心技术，与传统的蒸汽弹射系统相比，其具有更高的弹射效率以及更低的维护成本，不仅能减少舰载机起飞时的风险，还能提高航母的作战效率。而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肯尼迪号已经成功完成电磁飞机发射系统的弹射测试，这也就意味着距离完工不远了。不得不说，肯尼迪号的建造时间真长。2015年7月20日的时候，肯尼迪号就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铺设龙骨。2019年12月7日举行洗礼仪式，当时该舰计划在2022年交付，但是这个时候的美国海军还在进行所谓的双阶段交付，也就是由造船厂完成基本的舰体、动力等大部分工作之后就进行测试，没什么问题就直接交付。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在避免尼米兹号退役与肯尼迪号服役之间出现明显的空窗期。只是这个时期的航母仅具备基本作战能力，还有很大一部分额外的系统设备以及相关能力需要在支付之后再返回船厂进行测试、调整与修改升级，比如 F35C 的完整搭载使用能力。只是国会不愿意，作为自家最先进的航母，在交付时不能搭载5代机，多少有些离谱。于是美国海军又对其做出了修改。2020年11月2日，美国海军发布了一项合同修改，将肯尼迪号的双阶段交付模式修改为传统的单阶段，也就是交付后能够更快进入可用状态。于是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在交付前又多了一些工作，也就是 F35C 舰载战斗机的修改、ESR 双波段雷达等内容。这就导致肯尼迪号的交付时间大约延后2年的时间。当时报道也表示，转回传统单阶段交付的肯尼迪号交付时间将变更为2024年6月底。只是在美国海军2024财年预算文档中，肯尼迪号再次交付推迟，时间变为2025年。按照五角大楼的说法，肯尼迪号延期交付是为了给纽波特纽斯造船厂给予更多的时间完善该舰，让该舰在交付之后能尽快完成海试并加入美国海军服役。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肯尼迪号的交付时间会再次推迟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